Hello， 欢迎来到野路探店，我是 Louis， 我是小野。我们现在人在花莲的牛番茄小火锅。那这一间主要它是一间荤素店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来介绍？因为就像我们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吃素，那一起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来找一些荤素店。主要会介绍这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素食的种类是非常的多的。再来就是像在他们的菜盘里面，他们是没有什么素料的，就是没有什么丸子啊或什么，它就只有豆皮、小麦卷，那其他都是以野菜、生菜为主。那这边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野菜，对，野菜。今天点的是他们的2个锅，番茄麻辣锅跟山药菇菇锅。那这2个都是他们的那种热销商品，就是前面有一个火的，他们的热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盘，它这2个菜盘是一样的。其实蛮多的，这样一碗公感觉很丰盛。其实它那个汤头又香味一直扑鼻而来。来的时候，我原本想说这个汤应该是比较清淡的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浓郁耶。我的麻辣番茄锅就是有一堆野菜，然后小麦卷，然后豆皮，然后冻豆腐跟油豆腐。哦对，比较酷啊，这边一样副餐有拌面冬粉。那它的饭呢是这种五谷杂粮饭，这在外面我们去一些素食自助餐吃的时候，这个应该要加10块或15块。这家店我们觉得是蛮素食友善的，因为它的那个调味料其实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它只有一款沙茶酱是有荤跟素的，那素的标记也是蛮清楚的。可是它的番茄真的很浓郁，它番茄感真的超浓郁的。说啊，这好好喝哦！你可以吃到它天然的鲜甜味。再来就是网络上他们推荐的烤油条，怎么样？烤油条很香，然后它没有那个我不喜欢那种油耗味，有的烤油条会有个油耗味，它是很香的那一种，然后吸那个它其实蛮辛辣的，蛮辣的，但是很香。有点用烤的方式把它变成老油条这样，因为有的是炸很久了，所以会有那油耗味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它吸附那个汤汁酸酸甜甜的，很特别的感受。第一次有吃到什么番茄麻辣锅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意外的很搭，就是它不会到很辣，就还是会辣，但不会到你受不了那种辣，我觉得很舒服，汤喝下去，我觉得冬天吃应该超爽的。然后发现这烤油条啊，用沾的，然后就直接吃，超好吃的，就它还是会有一点硬硬的，但是它会又有吸附那个汤汁。我觉得它是一个中价位的火锅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菜都是吃得出来是很新鲜的，对，而且分量很多，对，分量很多，对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是挑选是非常用心的，不论是酱油还是他们那个酱料区、醋啊等等的，都是很用心，有坚持在食材上面跟调味料上面，还有它的汤头，是真的蛮喝下去第一口就好舒服哦。因为一般火锅店可能就是单纯的昆布汤头，或是选项不会那么多。那它真的是选项很多，然后汤头又喝得出来，真的是很天然、很自然里面带一点浓郁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，就可能它不是只是那种淡淡的，就比如说番茄锅可能淡淡的，没有。从你喝到那个汤头的第一口下去，你就知道哇，这跟外面喝到那种番茄锅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觉得比较酷的就是它的野菜的部分啦，它野菜的会随着季节来做一些变换。那对我们素食者来说，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它的锅底全部都是素的，然后它本身没有什么素料，它就是最基本的那些豆皮啊、豆腐啊、豆干啊，那其他的都是菇类跟野菜或是其他的时令的蔬菜。就是你来吃饭，它一定会附一壶饮料，对，饮料。我们今天的是冬瓜茶，然后好像之前会有红茶，然后饭后的甜点是他们的那个木耳桃胶饮，超棒的，那个还蛮好喝的，我觉得它用的还不错。就是这样一整个这样从前面、中间这样就整个这样下来，330我觉得可以。而且我们真的觉得分量很多，就像我们2个都没吃完，然后我们都用那个食物袋把它包起来了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，就像你没有真的食量很大的话，可以考虑共锅这件事情。
对，你就是点一锅，然后有一个另外150块的供锅费，但是这150块可以抵消费，就你去打点其他的蔬菜啊、野菜啊什么都好，然后点一些副餐，那它的酱料真的蛮不错的。那如果你不吃5星的话，我觉得单纯用那个芝麻酱跟它的沙茶酱，然后加它的酱油就很香咯。那如果你本身是吃荤食的，然后来到这家店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真的试试看它的素食锅。对，其实就是少那一盘肉而已。对，就少那一盘肉，就是少那一盘肉，就是我可能今天这一餐我不想吃肉，你可以尝试看看哦，真的可以尝试看看，因为你少那盘肉之后，你的汤头会变得很清，不会上面要捞那一层勾勾的东西。那其实你不会觉得少了什么东西，因为它汤头本身就很浓郁了，我觉得，因为它不是那种清汤，它是很浓郁感很重的汤，所以我觉得没有肉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差。好，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没有，老板很 nice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。拜拜，拜拜，回台北了，花莲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